香港一传媒和苹果日报两个高层及3家公司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一事再有进展。一传媒董事会周一开会后，竟然向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要求解冻资金。对此，香港保安局强调，案件已进入法律程序，有关已冻结的财产申请，保安局局长会依法处理。 上周四，香港保安局援引香港国安法冻结一传媒旗下3家公司约1800万港元资产后，一传媒周一召开董事会，讨论如何在无法获得更多资金下继续业务。会后，一传媒董事会写信给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，申请解冻部分资产，理由是所谓避免因欠薪而违法，并要求保安局周五前回复。 一传媒董事会还决定于周五再次开会。此外，苹果日报正在清点仓库中的油墨和新闻纸存量，预计供货商将停止继续供货。在这个时候释放这个信息，其实主要是打悲情牌，因为一方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，包括黎智英在内，包括他的行政总裁、运营总裁，然后还有财务，还有总编辑，现在要么已经是待审，或者已经判罪，像黎智英；有的呢，就是已经正在侦办之中。对此，香港保安局回应指，案件已进入法律程序，不做评论。有关已冻结的财产申请，保安局局长会依法处理。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，有外国资金包装成基金，再通过基金去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或其他违反香港法律的罪行，甚至借此帮助在港犯法人士逃避警方的缉捕。 特区政府会继续重点打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资金来源，其中一个方法是冻结相关资产断财路。至于有关部门是否会取缔苹果日報，李家超表示會依照法律行事，任何法律賦權都會考慮。一般嚟講咧，如果警方係凍結一個戶口，嗰個理由咧就係嗰啲錢可能係一啲犯罪嘅得益，又或者係刑事案件嘅證據咧。 咁如果你話我要用啲錢希望解凍咧，咁呢個就應該唔係一個好強嘅理由嚟。根據香港僱傭條例，員工工資在工資期最後一天完結時即到期支付，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遲於工資期屆滿後7天。僱主如故意及無合理辯解而不按時支付工資，可被檢控，一經定罪，最高可被罰款港幣35萬元及監禁3年。 另外，雇主如果没有能力支付工资，需立即终止与雇员的合约。周日当天，据报，仅苹果日报采访部就有5到6人辞职，他们表示此地不宜久留，希望早点辞职，希望能拿到赔偿金。但实际上，上周四被逮捕的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建宏在近期的一次大会上称，公司没有疏散同事的方案，透露苹果日报没有打算给员工赔偿。 还有员工担心一传媒高层卷入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案件，苹果日报一线记者的法律风险也随之上升。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建宏曾表示，假如员工因采访而被起诉，公司将支援到底。但不少人质疑，连遣散赔偿都不肯支付，一传媒怎么可能真的对员工负责？如果苹果日报运营不下去，它自然会有就是类似于公司解散、解体，或者是破产清算。 那么这里边呢，它会出现劳资纠纷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劳动法上的事件，由香港本地法律来处理。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强调，因违反法律而被冻结资金，与是否需按雇佣条例保障员工是2方面的问题，不能混为一谈。即使公司资金被冻结，公司负责人也应负责任，保障员工工资发放。当公司员工遇到劳资纠纷的话，可找当区劳工处查询，寻求援助。 香港最大的工会组织工联会会长吴秋北表示，公众很清楚苹果日报涉嫌触犯香港国安法，但公司应依法善待员工。假如有苹果日报员工遭遇权益方面的困难，可向工联会寻求帮助。工联会劳工界立法会议员陆颂雄表示，尽管苹果日报过去屡对爱国爱港团体进行污蔑及抹黑，但工联会不计前嫌，愿意提供协助。他呼吁一传媒集团和苹果日报员工不用不好意思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黎智英被捕后卸任，一传媒董事会主席由台湾苹果日报行政总裁叶一坚接任，但他近期玩失踪。香港警方国安处搜查一传媒大楼时，他也不在场。据悉，叶一坚上月主持了台湾苹果日报停刊的事宜，解雇333名雇员，被愤怒的雇员告到了台北市劳动局。由于未提前通报搞突袭解雇，台湾苹果日报面临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新台币的罚款。
有台湾新闻业者表示，苹果日报成天把公益挂在嘴边，口口声声讲为基层代言，但面对自己的员工却心狠手辣，真面目尽显。